晚上，用过晚餐后，分公司的调查人员前来汇报最新情况。仿制药生产线位于法兰克福往北的一个小镇上，是一个伪装成民居的小工厂。小镇人口不多，光明正大过去调查会引起注意。工厂位置也稍显偏僻，调查人员不敢贸然靠近。通过侧面打听，生产线只在下午运作，员工都是本地人，没有看到亚洲人的影子。但却在镇上的酒吧意外打听到成分配方是老板从一个叫降灾的黑客那里弄到的，他们也不知道背后的老板是谁。仿制药现在都保存在工厂里，之前有一名员工违规将药物带出来，想去赚钱，才会走漏风声，让海外分公司的人发现了仿制药的存在。小镇上倒是有游客，但2个中国男人一起过去，恐怕会很显眼。调查人员说，而且工厂在小镇边上，又伪装成民居，上次走漏风声后管理更加严格了。无论是魏秘书单独过去，还是2人一起，都很难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晚上过去呢？魏无羡问。晚上确实是好时机，但工厂晚上有人值守，也要注意。调查人员答道，就怕他们察觉到了我们的动作，那可伤脑筋了，我和蓝湛一过去，肯定会穿帮的。魏无羡看向蓝忘机，倒有一个办法。调查人员有些犹豫。什么办法？蓝忘机问。如果是一男一女，去偏僻小镇旅行，晚上四处晃荡，就都能理解了。这办法好是好，哪里去找女的呀？魏无羡笑了起来。公司里有亚洲女员工可以借给我们吗？一般员工还是不可信，但我帮你们准备了这个。调查人员从身后拿出一个旅行袋。什么？魏无羡接过袋子打开，假发、裙子拿来干嘛？蓝忘机和调查人员不约而同看向魏无羡。你们开玩笑吧？魏无羡袋子一扔，叉着腰生气地看着调查人员。小镇定位我会发到你手机，车子明早也会停在酒店门口的。那人看形势不对，赶紧跑路了。蓝湛，你长得那么好看，好像比我更适合这些。魏无羡垂死挣扎。我比你高。蓝忘机语气冷淡，但眼中藏不住笑意。大晚上没人会注意你的，那就有劳魏秘书了。你认真的？魏无羡气得鼻孔直出气。牺牲一下。蓝忘机站起身，握住魏无羡的肩膀，查清工厂内的情况，我们就走。啊！我就知道带我出来没好事。魏无羡扑倒在床上，魏秘书的奇耻大辱啊！半夜，魏无羡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竟然让我扮女的，这蓝副总越来越过分了。他一早就想好了的吧？海外分公司的人怎么会贸然准备女装呢？说不定就是蓝副总授权的。哼，这个蓝湛！魏无羡越想越气，翻身下床，站在蓝忘机床边，一脸不满地瞪着那人。还睡得挺熟。魏无羡一不做二不休，掀开被子就拱了进去。魏婴，蓝忘机声音难得带着一分慵懒，随即调整睡姿，侧过身子把魏无羡搂到怀里。魏无羡没有吭声，在蓝忘机胸口找了个舒服的姿势，闭上眼睛就睡着了。就这样占蓝副总的便宜，我是不是太过分了？魏无羡迷迷糊糊中还在做心理斗争。不对，过分是蓝副总才是。魏无羡不由自主偷笑一下，闻着好闻的檀香味，进入了梦乡。第二天午后，2人才从法兰克福出发前往小镇。魏无羡没有国外的驾照，只能由蓝忘机开车。在快要抵达小镇时，魏无羡才不情不愿换上裙子，戴好假发。魏无羡脖子上系着一条纱巾遮住喉结，顺便戴了墨镜，还被迫抹了点口红。在一众人高马大的欧洲人中，乍一看还真像是一个娇滴滴的东方美人。小镇中心有一个旅馆，伪装成情侣的2人只能开单间。一关上门，魏无羡就甩掉恼人的女士鞋，瞪着眼睛跟蓝忘机对峙。好了，魏婴，快过来。蓝忘机拿出调查人员绘制的小镇和工厂平面图，平铺在桌上。魏无羡光着脚走过去，把长发撩到脑后，竟别有一丝风情。蓝忘机目光怔了一瞬，立马又恢复正常。那栋民居在小镇边上，周围有小河也有公园，离其他房子也不远，如果被发现，还是比较容易脱逃。蓝忘机指着地图分析，房子四周有栅栏，
门厅有2个人值班，可以从后面花园翻进去。虽然后门被封了，但通过窗户应该能看到里面。晚上他们不会生产，到时候带上手电筒。魏无羡颇为赞同，但是幕后老板不露面，还是没办法查清楚啊。魏无羡坐在桌旁，手托着漂亮的脸蛋，嘴上还有没擦净的口红，手指缠着一截长发绕来绕去，小腿也有一下没一下的在桌子下面晃动，带动裙摆也一起晃来晃去。裙摆下面白皙光滑的脚踝看起来细细一根，总是有意无意地蹭过蓝忘机的小腿。蓝湛，魏无羡见蓝忘机没答话，歪着头冲对方眨眼，怎么？对各大名媛都视而不见的蓝副总，被魏小姐迷住了。